OK， 相信有些人在我 Instagram 都看过这个 video 了。Yes， 没错，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跌车。那我这个只是小跌吧啊，其实后面还有一场大跌我没有公布出来。那么今天这个 video 呢，就是要分析一下，然后了解一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啦。本期好物推荐就是 Iris Optometry Center 提供的 Neverhide Photochromic 眼镜啦。没错，这次 Neverhide 终于推出变色眼镜，也就是镜片会从透明变成黑色啦。现在是下午1点半啊。OK， 今天应该是变黑眼镜了啦。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，它是透明，所以很适合一大清早骑脚车的车手们使用啊。然后只要早上下午，它的镜片就会自动变成黑色，就像普通的墨镜一样了。而且我也觉得它很好应付雨天这种不亮又不暗的情况。所以看到我在下雨天还可以很清楚看到前面，不会像以前戴黑眼镜哦，下雨头就很暗了。OK。同时它也很适合骑长途使用，比如 Outdex 从天黑骑到天亮，又从天亮骑到天黑，你只要这副眼镜就可以啦，就不需要更换镜片，也不需要带几副眼镜在身上，简直就是一副眼镜打天下。顺便一提，它跟 Neverhide 蒙顺系列眼镜是一样的，也就是可以安装内框镜片。如果有兴趣购买的话，可以到下面的 link 看看，输入 Elvin25 有25%折扣。那么一开始呢，我起步就有点慢了哦，不像阿笋800瓦这样飞出去。他们这样的做法，直接引爆每个人心中的小宇宙啊！那这场比赛呢，是在5月29号的，在吉兰顿举办，而它是20公里的比赛。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是20公里罢了 ，OK。不过你也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小型比赛这么简单啊，因为它当时举办的时候呢，是在5月份，政府刚宣布放宽这个防疫限制时期，所以当时这个活动一举办的时候回响非常热烈，很多车手都是重新踏上战场啊，出来比赛，找回骑车的热血啊。那之后就看到点路路喷出来啊，如果有单飞 break away 就走不了 ，OK。走。因为这个路途不会很远啊，不过也不是那么容易走掉了，因为20公里每个人基本上都是 full gas 冲过去的，所以我看应该很快就被抓回来了。我老实讲，这次的路线呢很危险，因为它很窄啊。你看马修摩托都跑去草堆那边了。其实也就因为这条路20公里都是这个宽度啊，最多我看只可以给5辆脚车在前面吧 ，OK。4辆脚车你有点难搁去前面，所以很多车手都很积极的去霸前面的位置啊，一直 attack，OK。可以看得出每个人的火药味直头是浓到可以呛鼻子啊。换句话说，骑得非常凶，骑得非常危险，所以想要去前面的位置，我看都是需要 ball of steel， 杆从旁边射去前面。对于我这个第一次参加比赛的身心老宝贝呢，这么急的情况下骑脚车，我还是有点怕啦 ，OK。不过幸好平时有在星期4普特的 Night Ride 体会到稍微被挤的感觉哦，所以这次来这现场也没有这样怕啦。不过怎样讲都好，这次这样的场合呢，还是我骑过最挤的一次。你可以看得上阿笋和点路很积极的，就是一直扒前面，你看，一直跟前面的人轮车。前面的战况呢，可能是一排线，可是给到我后面的话其实是一窝蜂那样挤在一起啊 ，OK。那么像这么挤的 race 呢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人家真的是当场这样子用手势推去啊，你要注意到他手势，他其实他要过来的时候，他手会这样子摇两下啊，你要注意到他其实是跑过来的，该的让位还是你不要让他，自己拿捏到 OK， 安全第一重要一点。那在我后面情况呢，哇！有车手全部从我旁边闪过，哎呦，还旁边那个还差点弄到他 view him。其实这种东西我当时在比赛的时候我没注意到了 ，OK。只是现在重新我看 video 的时候，我发现到哇，原来我是在这样 pack 的情况下，这样乱水的情况下走来走去 ，OK。
如果有经验比赛的话，或者是你敢的话哦，你可以从旁边这样射出去啊。只不过呀，我就还没有那个这么100%的把握这样冲出去啊，因为我是怕被别人推去草堆那边 ，OK。那我再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讲到人家推去草堆。刚开始不到5公里吧，其实我看到有人在草堆那边起来 ，OK， 也就是说那个跌车 ，OK， 所以我就心想 ，please 不要发生在我身上 ，OK。那我骑一下，我看到这位人兄哦，armrest 我，喂，在这样配的情况下 armrest， 我是觉得很危险的 ，OK， 我是很怕他们等下来不及按 brake 那种这些东西啊，就搞到全部人像保龄球这样子。那我现在阿顺的位置呢，差不多是在 front group 面啊，可以看得出前面呢有人 brake away 了的。只不过现在最怕的问题呢，就是我怕前面人哦是同一队人，所以他们会在前面那边 control pace，OK， 然后就是 block 住路，所以你就很难出去那边突围了 ，OK。而我在后面呢，都是跟大队罢了啦，可以看得到整排火车高速行驶着。哇，这边有射到我一下，哇，这边很快有人切换位置，很危险，哎呀，差点动到我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当时骑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 ，OK。因为安哥用哦，千吩咐万吩咐哦，去比赛哦，一定要看前面吧 ，OK， 不要东张西望，也不要看后面。后面有时候声音，旁边有时候声音不要理啊，看前面吧。所以我一直记住了这句话，丢前面紧紧吧 ，OK， 不要分神。后面有人漏切是后面人的事情哦，你照走不了。过不久我就在这里终于看到汉杰和阿顺了 ，OK， 遇到熟人真是高兴啊！我知道阿顺是在前面的位置的。所以要是我遇到他的话，证明就说，哎，难道我慢慢被送去前面了吗？然后再上坡，人家突然减速，哎呦，可以看得到阿顺直接就是被逼到去草堆了，幸好他可以上回来啊。而且你们也可以看到前面一些车手哦，基本上是有肢体碰撞了，有点危险，而且我差点就推到汉姐去旁边，幸好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啊，因为路真的是太窄啊，太挤啊 ，OK。难得看到我的身影啊，我是想放在看一下我自己是骑到怎样子啊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表现还不错，还很 steady 很稳哦。你们可以看得到旁边我的 heart rate 啊 ，OK， 基本上是170、160的啦 ，OK。不过老实讲，我当时哦，我其实没有 feel 到很辛苦啊。你讲我平时160、170 heart rate 我会很辛苦。在比赛的160、170哦，我就觉得不辛苦，其实我不会很气喘的，可能是我比赛紧张了 ，OK，heart rate 飙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还没有开始比赛吧，我 heart rate 已经在120跳住了 ，OK， 可能都是那句话咯，第一次上战场啊，所以有点紧张，然后还有加上我一开始我就吞了一包胶，所以那个心脏呢更加是叭叭声跳 ，OK。OK， 那么很快呢，我们就来到一个路面宽的地方。这边开始呢，很多人就开始重组那个排位了啊，马上就冲向前面了。OK， 那么我们骑了一段时间了啦，其实我们都很难去前面的，因为前面真的是有人 control 这个 pace 了 OK， 只要有一 team 人在前面哦，基本上他们就可以 block 完条路，让自己的队友 break away 走，然后顺顺利利拿到前面的 podium 吧。所以我们这种在后面呢，只可以自己执上咯，一直在那边找机会突围咯，不然的话完全没有胜算的 OK。这我就看到汉杰带着阿顺冲去前面，哇，后面也是有很多人跟上去啊。汉杰果然是 nice move。OK， 然后之后呢，阿顺就直接冲出去外面了，马上去追break away group 啊。这边不简单啊，这边需要的是你要generate很大波，你看这段距离至少有100米还200米，知道吗？加上一些 rolling 样子，所以你要generate很大波冲去前面，基本上看速度是60多车，600多瓦，一直想按出去，基本上是 sprint 就去了。现在问题是他追在前面，到底有没有能力再跟住别人呢？因为你看前面的人的衣服颜色，
他们前面的衣服颜色全部是一致的 ，OK， 证明了他们是一帮人，同一队人来的。所以阿笋作为一个对手，跟过去跟他们分分钟会给他们做高掉。那么阿笋前面这个人呢，要是他不追的话哦，他放慢下来的话啦，他就很明显是做高阿笋的。如果他前面放下，他放松 ，OK 啊，又让前面走掉，阿笋又不知道要不要跟啊，这样子按，得干，阿笋就脱掉了。可以看得出阿笋现在 put 300多瓦哦，400多瓦那跟哦，很辛苦而已这样。他刚刚按了这样大力。哇，又做最后一次冲刺，跟上去啊，还可以跟到吗？不可以了 ，OK， 没有了。好了，阿笋就爆掉了 ，OK， 不过爆掉没有关系，至少还可以继续骑下去。哦，不像我 ，OK， 在阿笋冲出去的这一刻呢，在后面呢我就出事情了。我到底出什么事情呢？来，我们转回来后面看一看。呀，我就冲前去，哎呀！ OK， 让我们倒带回去看一看啊。其实呢，我是被前面这个人无端端转过来，碰到我，推到我的 handlebar，OK， 那我就直接偏向草堆那边了。在那边看得到呢，我进了草堆之后呢，过不远啊，又有一堆凹凸不平的泥土，那边我就开始 lose balance 了 ，OK。就是我突然看脱开那卡鞋哦，弄 balance 所以我真的那样脚车的 ，but 到前面一点呢，那个草地太过小了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跌下去路边了。有些人问我，怎么不要跌下去草堆左手边那边呢？因为我跌左边的话会更伤 ，OK， 因为那边是沟渠的。如果翻下去的话哦，我会翻到一个窿呀，可能我敲到头啊、敲头盔啊、敲眼镜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我就选择倒不如跌轻一点的地方，跌去右手边马路边那边呢。我觉得啊，如果你会 mountain bike skill 啊，我觉得应该是 easy case 来，我觉得你随便 Q 可以跳上来。But 我觉得这边对于路霸来讲有点难啊，因为那个草地跟路面的那个高度也太高了，差距也太大了。所以就这样子啦，没戏了 ，OK。前面人40多车飞这样快，追上去也追不到 ，OK。呀，所以我放弃追了。哇，各位，大幸中了，不幸。加多。OK。我最担心的第二集情况下发生在我身上了，这样假设没有事啊。哎呦，我的鞋子坏掉了，没有爆胎。不幸中万幸啊！或者刚才电手故意朝这样子。Sorry ，One second，sorry。那么之后呢，我就是自己骑了，慢慢骑回终点了。那么回到去阿笋的镜头，那么他被 drop 之后呢，他就很快就拽回大集团了 ，OK。然后过不久，大集团就出现大灾难了。首先呢，前面呢有人跌去右手边 ，OK， 然后就接下来可以看到汉杰被逼到去左边草堆那边，本来他是直走没有事的，怎知道呢被树枝卡到，又翻车了 ，OK。不过从这边我放慢下来看呢，我可以看到前面哦还有一个人在草堆那边的，我怀疑他是想要上回去马路，怎知道 lose balance。翻车，结果脚车呢就 kick 到全部人，弄到其他人也翻车了 ，OK。不过幸好呢，阿笋就躲开这一劫啊，没有翻车啊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，我是想分享一些我跌车经验啊。那么从草堆上马路哦，其实很容易失去平衡的 ，OK。因为通常草地跟马路的高度呢是不同的，所以当你上来的时候哦，分分钟会卡到。去 kick 轮新轮啊，我们所谓的。那么我之前呢都有经历过这个情况，
阿笋呢也是有经历过。所以呢，我就建议各位 OK， 当你带去草堆的时候，不要这样急着上马路 OK， 做好你的 balancing， 做好 handlebar， 看好路面到底有没有信心，然后才转上来。OK， 那么过不久呢，我也是骑了车就遇到这群跌车人了 OK， 原来是我的队友们跌车，哎呀！队长，你的啊？这条路太窄，太窄。哎，我是跌倒哦，我的鞋子你看脱掉了，各位看到吗？慢慢骑哦，慢慢骑哦。落掉了。加多什么？直接去了嘞。什么加多？直接翻啊！砰！人直接滚下起跑，直接爬路标，从后面杀过来啊！是哦 ，OK， 我们没有断骨头算好了。我脚趾痛，脚趾痛啊！shit。拖出来太窄了啊！这条路就小心很多轮了啊！对，小心很多人还是地在最后我都不要去。在后面了。哦，还是甩完过来，我直接进草。汉姐 OK 吗？你有力做 handlebar 吗？落面的我们回去驾车过来了。可以，慢慢骑。还有8 km。哦，全部进完去啊。OK， 回家弄。你可以啊，你忍着。不塞哦，是塞。OK。没有那些刺啊，那些。哦，妈，第一场战场就妈。以后这种不要太窄。太窄的路标哦。各位啊，今天的各位哈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最近一直担心这种情况，就是集体绕圈子啊，被逼到去那边了，我就被逼到过去。那这次这边受伤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汉杰，还有我们的蚂蚁哥。OK， 换回阿笋的画面，最后1公里啊，结果看到谁？就看到祥爵站在路边哦。爆胎。有汉杰反了。汉杰跟汉杰很亲嘛，蚂蚁够力啊！毛蚁是前面那个草下去。他在身该不是给我看到他一转身，你没有丢不是？我没有丢。我也是没有。慢慢多还1 km 嘛，推啊。好，陪你走。阿爸，我这很担心他不厉害的。ada motor ah 1 km je. Ya boleh ya, mana ai bang Jack. Nak dulu tolong ayah. Thank you so much 啊。好了，这次比赛就当做拿经验了啊，因为20公里的路，它的感觉就是好像 crit race 这样子 ，OK， 那火力很猛呀，再加上那路这样窄哦，更加容易发生这种情况。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因为这个期间哦，是很多人第一次出来 join racing， 会出很多大事啊呀，比如像我这样子 ，first time racer、newbie racer， 所以出来比赛出事情，哈哈。不过幸好都是小事情啊，只是一些皮外伤吧，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啊。如果这个距离再长一点的话哦，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。因为要是你参加那些80公里啊或者100多公里的比赛啊，因为路线很长了，所以你就多选择在不同的路段攻击，也不会说逼到只是有20公里的情况下做攻击 ，OK。所以自然而然呢就不会骑得这样危险，也应该不会骑得这样凶吧。因为我不知道，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20公里 race， 所以我也不知道100多公里的 race 到底是不是一样这样凶呢？大家不妨在留言下面跟我讲一下哦。那么今天呢，就当做是一个反面教材啊 ，OK。希望大家看了这个 racing 的分析，不要恐惧去比赛哦 ，OK。比赛还是可以去比赛的，我要注意安全吧啦，好。所以最后这场比赛呢，就当做是拿经验了 ，OK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，记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